最近，美国有一位财经界的投资大神发话了，他认为美国经济正在发生恶化，最快2024年上半年就要进入衰退周期了。他就是金融界的传奇人物，被誉为债券之王的杰弗里·冈拉克。冈拉克曾经在投资管理公司 TCW，2009年却被公司开除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点。他创办了双线投资公司，现在他的管理规模已经超过1400亿美元的资产了。冈拉克以他大胆的预测和独到的见解，赢得了投资界的尊敬。他不仅在金融领域崭露头角，而且还是一位现代艺术收藏的行家。冈拉克一战封神之作，是他成功的预言了2007年美国的次贷风暴、房市崩盘。当时能够唱空房地产的投资家可以说在美国也是顶风作案，遭到了业内人士的捶打唾骂。可见冈拉克内心得是非常强大的。早在2007年的时候，冈拉克还是 TCW 集团的首席投资官。他在那一年的6月份的晨星年度投资大会上做了主题演讲，强调了当时美国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存在的巨大潜在风险，而且警告人们这可能导致一场金融危机。这个警告让他名声大噪。如果你认为他只是这次碰巧对了而已，那就大错特错了。冈拉克有过10次成功预测市场变化的耀眼光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次还是和金融危机有关。2008年，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3天之后，冈拉克就在投资者电话会上做出了一系列悲观的预测。当时美国的标准普尔指数是1157点，冈拉克预测它这个指数可能会再跌30%，而且警告投资者远离花旗集团，千万不要投这家企业。冈拉克当时说，我认为花旗集团会是下一个 AIG， 灾难的规模可能会非常大。冈拉克的直言不讳预测激怒了当时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潘迪特，他打电话给冈拉克当时的老板罗伯特拜尔进行了投诉。随后冈拉克就被解雇了。当然，事实证明冈拉克是正确的。当市场最终在2009年3月份触底的时候，花旗集团的股价从每股14美元一路下跌到了每股1美元。当然了，标准普尔500实际上是下跌了43%，甚至超过了他预言的30%。那今年呢，冈拉克又发话了，他说2024年美国经济衰退的程度意味着它的经济活跃度将会全面的降低，人们会捂紧钱包减少开支，商业投资会下降，现有产能的利用率会降低。更为可怕的是，在严重的经济衰退期间，美国会失去300到400万个工作机会。如果换算成失业率呢，那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失业率大约会上升1.8%到2.5%。其他的经济学家则是估计这种情况下工资的增速会大幅放缓，甚至减薪和大面积裁员会同步发生，那就非常惨了。这种情况呢，可能最坏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杰弗里·冈拉克表示，我确实认为随着美国在2024年上半年进入衰退，利率将会下降。这位债券之王指出了一系列经济放缓的迹象，比如说美国的失业率虽然仍然比较低，但是已经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冈拉克也看到了最初的裁员浪潮，他说，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企业招聘的冻结，现在我们陆续看到了企业的裁员公告，金融公司和科技公司都在裁员，我相信这种情况在美国会蔓延。当然了，冈拉克所说的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不仅会在美国，甚至会带动全球步入衰退，全球的投资活跃程度都会下降，国际贸易的量能呢也会萎缩，能源和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对中国来讲呢，也不是一个好消息不是说美国日子过得坏了，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好，而是呢，我们也会被美国连带着经济成长受到打击。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了，美联储今年不是已经停止加息了吗？市场普遍在压住明年会降息。冈拉克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美国10月份的通胀率是 3.2%， 核心通胀率是 4%。看来呢，抑制通胀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失业率10月份降到了 3.9%， 数据看起来比较乐观。可是为什么冈拉克还要唱空明年美国的经济形势呢？那这就要说到冈拉克名扬投资江湖的另一项绝活了，就是他的债券分析。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流动性最强的资本市场。在投资界有一句名言，就是说当债券说话的时候，你得学会听。
债券的特点啊，大家知道，就是在固定的时间内有一个固定的收益，它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的投资高手都认为，这就使得债券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预测宏观经济方面具有某种的优势。那么现实的情况是，了解债券市场发出的信号，虽然不像水晶球占卜那么神，但是它的确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指标。那么债券市场现在发出了怎么样的声音呢？冈拉克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了收益率曲线倒挂的问题。他说，2年期美国国债和10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之间的关系利差已经持续倒挂1年多了，这是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信号。那么这里就涉及2个概念了。第一，什么叫做短债和长债的收益率倒挂呢？第二，什么叫做殖利率？对于第一个问题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长期债券的利率高，短期债券的利率低。原因很简单，因为长债的风险比较高嘛，那当然利息回报应该比较高。那这里的风险呢，不仅仅是指担心美国联邦政府哪一天破产了，美国的财政部关门了，美国的债务还不上了。其实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非常的小。那这里的风险呢，主要是指借出款项的人，就是购买国债的人，你自己的财务风险。因为购买长期国债意味着在很长时间内就占用了你的这笔资金，最起码让你损失了好多年的流动性。当你急需用钱的时候，国债虽然它的流动性比其他的证券好一点，但是毕竟不是现金和银行存单，不那么方便，要变现多少还是要多一道手续，而且还会有些造成损失。所以当然呢，就会得给你更高的利率。但是当投资者从山姆大叔3个月的债券当中获得了比10年期债券更好的年化回报，那情况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怎么不对劲儿呢？接下来就涉及到此前说的第2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殖利率 yield rate。 债券的殖利率指的是你从买入债券一直持有到债券到期日为止这段时间产生的实际的投资回报。那所谓的短期和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倒挂，指的是殖利率的倒挂，该低的高了，该高的低了。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美国的短期债券和美国的长期债券殖利率会倒挂，就意味着有问题，美国那边大事不妙呢？这就涉及到债券这种金融产品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它的价格和收益是呈相反方向变化的。当债券价格上涨的时候它的收益率是下跌的；当债券价格下跌的时候呢，它的收益率是上升的。那是因为债券的收益是固定的，按照票面价值的百分比来计算利息的。那么当债券在交易中价格上升的时候呢，固定支付的利息相较于上升以后的价格可能就降低了。因此投资者将实际得到的利息除以新的价格，分子不变，分母变大了，当然收益率就降低了。而反过来，当债券在交易的时候价格下跌了，固定利息支付相对于降低以后的价格，它就可能增加了。投资者将会得到的利息除以新的价格，也就是说分子不变，但是分母变小了，你的收益率就上升了。所以总的来说呢，债券价格和它的收益率之间存在着一个反向关联的关系，这是由于它利息是固定的这个重要的机制所导致的。那么当短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短期国债的价格下跌了，投资者纷纷出售短期的国债。同时，如果长期国债的收益率还在下降呢，这就表示着投资者在转移资金，从短期国债转移到长期国债，导致长期国债的价格上升，收益率就下降了。这背后也就意味着人们对接下来的美国经济形势不乐观，所以他们才会将资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长期国债，作为一种避风港。当短期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倒挂持续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的时候，就会促使人们看空短期内的经济形势，把资金纷纷从股市、期货等比较活跃的资本市场里面撤出来，转移到长期国债这种更加安全的投资项目当中去。当然啦，社会投资就凉了，那凉了就真的意味着衰退了。金融这个东西呢，它的一个核心本质是信心，就是情绪，就是人性。所以美债短期和长期收益率倒挂，就意味着美国经济衰退这个事实呢，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预言。你越念叨它就越可能发生；你越喊狼来了，最终呢就有可能把狼给真的招来了。所以冈拉克也是以此为依据。
他是非常不看好2024年的美国经济的。那么从现实当中来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到这张图表当中，灰色条就显示了自1967年以来，一旦长期和短期的国债收益率利差跌破0，也就是红色的 Y 轴，那就表示出现了倒挂的情况，那美国经济的衰退期就真的会随之而来。1960年代末期，美国的经济衰退尤其如此。1980年4月份左右，在1980年初的美国经济衰退当中，短期和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利差达到了负的 3.1， 这就是美国历史的最低水平。又根据美国道琼斯的市场数据，最常被提到的2年期和10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的倒挂，一般发生在经济衰退之前的少则7个月，多则2年之间。冈拉克说，目前收益率曲线的形状是极其不稳定的，这是人们在经济衰退之前采取的一个典型的行动。你会得到一条倒挂的收益率曲线，人们谈论它非常倒挂，但是它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当我们谈到殖利率曲线倒挂对经济来说是一个坏兆头的时候，实际上还有一种数学上更加直截了当的解释，就是因为这种现象它减缓了银行贷款的活动。在过去的10年间，美国银行也购买了大量的美国政府长期债券。当时看这些资产的价值是相当稳定的，但是当利率突然上升的时候呢，就坏了，这些债券的价格可能会迅速的下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新发行的债券通常会提供更高的利率，这就使得利率低的旧债券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这种情况尤其影响长期债券，因为长期债券的价格更容易受到利率变动的影响。所以在利率快速上升的时候，银行持有的存量国债就面临着价值快速下跌的巨大风险，这也会对银行的资产价值和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就必须紧缩信贷，减少资金的流出，就有可能触发金融危机。当前的坏消息是，美国国债曲线在2022年出现了倒挂，到现在已经持续1年多了。好消息是，最近几个月呢，这个倒挂的现象有所回落。2年期对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倒挂已经从7月初的109个基点缩窄到了10月底的24个基点。在11月初呢，美联储又宣布再次决定放弃加息，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躲开了经济衰退呢？冈拉克说，看一看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吧。截止到2023年9月美国联邦政府的年度财政结束的时候，联邦的财政赤字已经增加了大约 1.7 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总额接近到了34万亿美元，这个惊人的数字。由于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是年年死磕年年磕，联邦政府很容易就关门了，这就会干扰到美国经济的复苏。再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债所带来的巨大的利息支出。2015年到2023年间，美国联邦的利息支出是翻了1倍。美国政府今年将会支付大约6400亿美元的净利息。到了2051年呢，利息支出就会成为联邦政府的最大单一支出了。那请问政府利息支出的逐年上涨为什么会打击到美国的经济呢？那是因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支出年年涨，那么政府就总有一年得加税要不然他怎么支付得起这些利息呢？这就是悬在所有美国人头上的一把利剑，加税当然它就会打击经济活跃的程度。冈拉克说，市场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无法再维持这样高的利率和赤字了。目前美国利率的水平，我们是无法负担政府的运作费用的，这完全是不可持续的。关于美国失控的财政赤字会导致金融危机的论调，也不是冈拉克的独家观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包括美国摩根大通的老板戴蒙和亿万富翁投资者德鲁肯米勒和达利奥，他们都是美国投资界的大咖。那对于我们这些投资者来讲呢，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做单一事项的押注，尽量不要把所有投资呢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多元化永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管呢你是把所有的投资都换成现金撤出来，还是 all in 在某一个品类当中呢，都不是特别可取的做法。最后呢，祝大家能有一个发财的2024年。